他只知道跟我吵架，跟我闹脾气。我为他留在了重庆，所有的大事全部都是我在迁就他，而且他还老替我做主，我真是受够了。我们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现在就应该早点结婚，好好过日子。我希望他别再对我有这么多的不满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明29岁，来自重庆健身房销售；小新28岁，来自吉林健身房销售。欢迎两位哈，是在一个健身房吗？对，好像已经认识8年了是吧？谈了8年。谈了8年。为啥谈了8年不结婚呢？就是我们中间遇到了很多事情。哦，难怪呢。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。我当时和他在一起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他和我老家那边的男生不一样。我说什么他基本都是依着我的。就是百依百顺嘛。后来他就不一样了，我是不喜欢运动的，因为女生嘛，但是他就特别喜欢运动。因为他这个运动，他就说在工作的时候想让我们出了学校在一家健身房上班，然后当时我是拒绝的，因为我不喜欢这个类型的工作。他就开始跟我说，两个人在一起上班的话有个照顾。对呀，这有个照顾不好吗？是挺好的。然后他对这份工作就是特别喜欢嘛，他就把所有的精力啊全部都投入这个上面，经理就很喜欢他，他就升职了。自从他升职以后，他对我的态度就大不一样了，他方方面面都开始拿着我，然后他就感觉他有权利了。那工作上有的事情肯定是要说的，不能不交流嘛，你这个。他在家也是啊，在家也给我摆出一副就是他是我的老大的那种感觉啊。过去你们俩在一起，谁做饭？他做饭。现在呢？我。现在他也做得少，他煮碗泡面，你说这叫做饭吗？但是我没有做过炒饭啥的吗？那个也就偶尔炒个蛋炒饭，而且还不是特别好吃。这没啥呀。但是他对我的态度是天翻覆地的变化呀。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已经说了不用我做饭，而且我已经强调了，我除了不喜欢进厨房，剩下都可以。他也答应我了，但是他现在就是总是拿出一副他工作很忙的样子，必须强调我去做饭。因为我们两个在一块工作，那么他又是我下面的员工嘛，他有的事情他比如说跟我吵架了，他工作上面他就不上心，他不上心，人家老板给出指标了，你得完成啊。那我就把他那份也得做，那我回到家我肯定也得维系客户什么的。他就说我不做饭就玩手机，其实不都是为了工作吗？总而言之，你现在对他的态度没有以前那么有耐性，你承不承认？一丢丢吧，还丢丢吧。你看那个得意的样子，我们放在这儿啊。时间变，人是会变的，所以姑娘别那么较真儿。还有什么呀？就是他自从升职了以后，他不但是在家里面对我这样了，他在外面也是一点都不给我面子了。就最简单的来说嘛，我们跟朋友还有同事一起出去吃饭，他这个人很抠，就是从来都不主动付钱，甚至就是别人开玩笑的方式让他去付钱，他都以各种理由去推脱。上次我们和朋友一起吃饭，我就说，哎，这次你请吧啊，我们已经就是蹭了朋友这么多次饭了。我觉得他当时就生气了，他当时就急了。你让我说一下行吗？就你这么说的话，老师肯定就认为是我的毛病。那你说吧，他是朋友请我们吃饭，人家做东。咋总请你呢？朋友关系好，人家总请我有什么毛病吗？这个？那你请过他们吗？从来不请，我也请，我不是没有啊，我请啊。比如说过年啊、过节，大家肯定得吃个饭什么的。主持人，人家朋友请他吃饭都是吃什么烤肉呀、西餐呀这些，你知道他请人家吃啥吗？他请人家就是找他妈回家买点菜，然后煮个萝卜汤。你过年过节肯定在家里面吃啊。然后别人过年过节请吃饭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呀，家常菜在我家都吃腻了，我们还是下馆子吧。你说这种我是不是也很没面子呀？不是，你别扯远了，咱们就说近的。本来我跟我朋友传说的就是一种我妻管严嘛，就是我家里我老婆都管着呢。我没法付这个钱，我平常都是穷，我是给。那你还是抠啊？他就是抠呀。他跟他朋友说，你让我说吧，你可别说了。他跟他朋友当时在饭桌上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，哎呀，他说真羡慕你们这些就是媳妇管得不严的。他说你们别看我现在赚的这些工资，其实我全放他那儿了。你说他不批准，我也没办法请你们吃饭呢。他宣传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不同意，我不让。所以那天我就在饭桌上说，我是在外面的形象是这样，但是他那天什么，他直接站起来让我付钱，是你不给我面子还是我不给你面子？你总要面子，你啥时候给过我面子？总把我面子当鞋垫子，他就把这些黑锅全让我背呀。他说钱在我这儿。这事之后，他当时就发火了。那钱是不是在你那？没有啊，主要就是没有。在我们重庆，我觉得趴耳朵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一面。但是你不趴呀？你那耳朵挺硬的呀。趴呀。后来你就这个站起来了是吧？对，我就说这个就是你来付钱嘛。他就说你过来，他当时脸就拉下来了。然后我到旁边桌，我还以为是怎么没带钱吗还是怎么样？然后他就说以后你要是再这样的话就别出来了。说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他就很凶的那样对我说。当时离他朋友的桌也就2、3米的距离，他们全都齐刷刷望着我俩。你说我当时多尴尬呀？对呀，而且女生说这个确实没毛病，站起来说，哎，你把单买了。对呀，这恰恰证明了平常是他管钱，今天他发话了，你就把单一买，不就圆上了你的人设了吗？但是这是别人请吃饭，你这不反客为主吗？人家那个人吃10顿都请10顿，我也请，我只是逢年过节请而已。他1年请1次，1次就3个菜。但是我们从小长到大的朋友不存在的呀，这些东西。别，我跟你说，朋友心里面也会那个的，我们私下里也会说，认识这哥们儿这么多年，怎么就没请咱吃过1顿饭呢？我还没说完呢，主持人。还没完哈。就是这个饭这个事儿，我就很没面子，我就走掉了嘛。你知道走掉之后，他回家之后跟我说啥吗？他说你能待就待，不待就滚。他就这样说的。就是情绪有点激动。我走了，他没去找我。现在呢？现在我回来了。又自己回去了？那你回去干嘛呀？那当时他已经那么说了，那我咋办嘛？那后来咋回去的？后来人家压根没找我，然后我换洗衣服也没带，那我肯定要回去换衣服呀。我主要是觉得每一次吵架，如果说都甩门就走，每次都这样，那你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。主要不是我甩门就走吧，是你说的让我滚出去。行，这算是了结了吗？好，还有吧？还有就是我们谈到结婚论嫁了嘛，已经这样。然后我们就说，2个人办酒席，在以前哈，我们谈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，说我们到2020年就差不多，然后就结婚嘛。去年对，然后等到去年的时候，不就是突发疫情了嘛？对，然后不能办酒席，尤其是我们2个就是亲戚离得特别远，没错。然后就觉得说那怎么办？2个人商量吧。他这个时候可下专注空子了，他就说旅行结婚吧。旅行结婚不好吗？多浪漫呀！那种疫情情况下上哪儿旅行去啊？我们远的地方走不了，我们走近的呗。那近的不也是？主持人，我跟你说，你知道他领我上哪儿旅行吗？哪儿？我这个人不是说必须要是去多远的地方，他说就去那个后山看看猴。不是，
说领我呼吸大自然的空气。不是叫后山，我们那个地方山城重庆嘛，大家知道肯定有山，那我们玩肯定也是去山上玩。对。他就说你那个后山，你这不叫后山啊，就是一个景点，也算一个景点，只是它小，它不那么出名啊。然后你当时是咋说的吗？我说那我们就远的去不了，我先答应你去远的哈。他那地方打出租车15就到了，他说这是浪漫的婚礼。你说他是人？你疫情期间你给祖国添加负担吗？你远的走不了，你只有走近的。那你可真是减轻，你看他现在又有大爱了。不是我后面也，我不是说啊这个事情就结束了，我也跟他说，我说后面我们去海边啊，因为我们都不在海边住，都向往海。对。那我说我们去海边玩，挺浪漫的。这都是他的口头协议。那你现在去不了的吗？那你以前还答应我不做饭呢，他现在又答应我去海边了。你说他不就每次你海边可以去啊，三亚可以去啊，海南岛对呀，多好，对吧？再近一点，天津港可以去啊，也是海边啊，还可以再近啊，北戴河、南戴河都是海边啊。是后来你怎么着？打算下了节目去天津海边就算结了婚了？那我这事我也不敷衍人家啊，你还不敷衍呢？不是，我是根据实际情况来。后来呢？后来这个女性结婚不愿意吗？不愿意。不愿意，那我们就说那个办婚礼啊，办婚礼。你办婚礼你可别挑好听的说，主持人我来说，我说办婚礼这样吧，我不需要在什么酒店，就是那种很高级，咱俩就办一个普通的草坪婚礼，然后人别请太多，就是因为铺张浪费嘛。我说就你的至亲好友，我的至亲好友，2、30人一共就可以了，这还挺浪漫的哈。挺好。他说啥？我浪费这钱干啥呀？我还得请那些主持人啥的。他说就是领你上我家，上我那屯子，让我大姨主持，摆点流水席，完事儿了呗。他不会说屯子吧？他就说他们那湾子不是我们那个坝子，对，爸爸席。我们是个镇，也不叫什么。他那镇加上他们家一共50户人家啊。我想的是啥？他所说的草坪婚礼，东北得来人吧？我们老家也得去人吧？你草坪婚礼你不可能在农村呀，你得在市里边吧，市中心吧？东北来人得住吧？我得找酒店。草坪婚礼你不可能都看你俩在那块秀恩爱得吃饭呀？那你是不是也得找酒店呀？这些酒店我一合计起来1、20万，我心想我在这个我老家办的话，10万块钱下来，我还可以给他10万块钱彩礼，我一算婚也结了，彩礼也有了，这不挺好吗？倒也实在，是吧？也实在。但是你说他请他大姨当主持人，他大姨连最基本的普通话都不会说，什么时候这个婚礼开始，什么时候结束，我家那些亲戚都不知道。哦，倒是方言搞不清楚啊。对呀，而且他说的那种啊，我们家亲戚就是机票也贵，住宿也贵。我说那走，你啥时候定日子？我家那些人就背包开始走吧，走3年到你这儿。你看是不是嘛？你也得包机票啊，你这些费用算下来都是钱，不是说不是钱。你很现实。我根据实际情况来嘛，反正我也不是说这挺好。他现在就是让我选择一个，如果要草坪婚礼的话就没有彩礼，要是要那个农村坝子席的话就给点彩礼。啊，那你咋选啊？我肯定想要那个草坪婚礼，但是我彩礼也得要。不是，主持人我是觉得这样的，我觉得婚礼吧就是要用心就可以，不是说非得整的这么。那你用心了吗？我还没整，你说你领我的上的后沟有啥用心的呀？我以后不也承诺你了吗？你承诺的事可太多了啊！行，那你们俩结婚证领了吗？到底没有，就因为这事。还有这个婚没结成，你得买房啊！我要是跟他把结婚证都领了，那后沟的婚礼都没有了。啊，行，你还比较清楚。他就觉得我总是在套他，我觉得我不算套他，不是好像有点这个嫌疑啊。就是行吧，就是我们就是说房子有了吗？房子有了呀，现在有了。你怎么说的那么轻松啊？你咋不说过程呢？过程有了嘛，反正就是啥过程？过程更搞笑，成戏剧了啊！他打电话叫我出去看个房，然后我们两个看了之后都挺满意。你记着，要是都挺满意。啊，记着了，是他叫你的，还都挺满意，记住了。然后我就说行，然后他说那我明天就给我妈和我爸打电话了，让他们也来看一下。如果父母觉得行的话，咱就拍板交那个首付了。第2天他爸他妈也全来了，人那个销售起早就来迎接嘛，就一顿算，就是首付多少啊，月供多少这些。然后大家就觉得可以哈，他父母也觉得行，然后就交钱。这一步就出错的了，他就开始演双簧了，他主导。啥双簧？教授来取卡，去一刷卡，然后过来跟我说，美女，你这卡余额不足。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，那可能是阿姨拿错卡了哈，我就拿这卡找他妈去了。我说姨，那个销售人员说这卡余额不对，我说你看你是不是2张卡拿错了？然后他妈就说没有啊，我就拿这1张卡来的，咋可能呢？然后我就以为完了，这卡肯定是被谁盗了还是咋的了？然后我就说那赶紧咱们找个提款机去看看咋回事，不行就报警。我一查，那卡里就2000块钱。你就说他们多搞笑啊！2000块钱之后，这戏剧就搁后面呢。然后他爸他妈直接他俩干起来了。他爸说钱呢？他妈说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放卡里了。完他就搁旁边这样一站，这样。那你说我当时尴不尴尬？尴尬。我一句话都没说。那不能说呀。我说什么呀？人家老两口子都已经吵起来了。对。我一句话都没说啊。然后他们家这个事儿就当科幻片一样翻篇了。而且房子没买啊。房没买，不说这事儿都没给我，都没人解释。是这样的，那个房子吧，就超出我的预算了。你看，就你听我说，你先别打断我。那个房子100多万，说实话，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有点承担不起。他首付就要40多万，我爸妈自己没有那么多，就30多万，还得去借，那相当于把父母的钱都掏空了。那你说你作为年轻人，我是不是也得考虑父母？但是你这件事可以跟我说呀。不是你当时算的时候说这房子是挺好的，但是咱现在买不起不就完了吗？对，我买不起，然后买不起，我又看他特别喜欢江景房，夜景也有非常好，就上下2层的。然后你可真会形容啊，有个水沟就叫江景房。看了之后他就非常喜欢嘛，我就跟爹妈说，我说这房子我可能买不起，我也不想让你们压力这么大。然后最后就用了这么个委婉一点的方法。所以你爸你妈的演技也不错啊。你是当时就发现的还是？没有，我当时挺慌张的，然后我就想这钱咋的了？而且我中途说一句不行，咱就报警吧。我就想你说这里面钱30-40万没了，剩2000，主要是我说话他们仨就关上信号了，压根不理我，我才感觉到这事不对。不是后面。我肯定这个得吵架吧？你吵架你肯定就说不清。我心想等一个好一点的时机再跟他说。但是后来这个房子我没买，我也去买了其他的房子，我也在为我们的婚房去准备，而不是说他另一个房子更搞笑，我都没去，自己就去买去了，自己买完了回来了，而且他买的那个房子离我们上班的地方老远了。
我叫他去，他不去啊，他觉得他不相信我，他说你们家买房怎么可能买房？哎，你知不知道那个放羊的那小孩会？那放羊的小孩不也放好几次吗？我那才放1次吗？不就？这把狼直接就出来就给你掏死了啊！买了吧房子？买了，买了就行。买了这个房子，首付20万，但是他从他父母要了30万，他也付了20，你说他是不是剩10万？剩10万，这10万我就觉得正常，是不是要装修？人家说不装修，装修等着我。然后那10万人家要买个车，说要潇洒潇洒。我是这样想的，因为那个房子吧，它离市中心远点，我心想配台车，那我们以后上下班啊，咱们不是也能用吗？这个配置不就齐了吗？我想。他就是要面子，啥都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买车我觉得可以啊，买车。那你那房子不装修就直接搁水泥地上铺地板搁就睡觉啊？得嘞，这婚还结啥呀？还有事呢。更搞笑的事搁后面呢。听更搞笑的。更搞笑就是这房子没装修呀，然后他这钱是不是在兜里呢？然后我这么多委屈，你说我跟谁说？那我只能跟我自己父母说吧。然后我就跟我妈视频的时候我就把这事说了，我就说我最近怎么事，我说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然后我妈就说，哎，是这样的，女儿，她说的我也不劝你感情的问题。她说如果你觉得你在那边待的不顺心，工作也不开心的话，你就回来。回来的话，妈给你买个房子。然后如果你的男朋友你们俩感情还在，他想要和你来咱家这边，你就告诉他，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倒插门的那种想法，就说咱家不带影响你俩感情的，你俩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只不过说你回家这边来，房子妈给你买，给你装修，他是这种想法，就别受这种窝囊气了。因为他不说他又父母又压力又这又那的吗？这事就被他听见了。那你说他都不听重点，这时候老丈母娘都不愿意了，你说他听的啥重点？哎呀，你家有这实力给你买房子，那你家那钱为啥不拿出来给我装修呢？你家这不是留一手吗？然后就开始跟我闹，让我必须给我妈打电话，把我妈要给我买房子那钱拿出来给她豪华装修。我觉得吧，就是2个人处对象，你不能什么事都跟你妈说，跟你妈说，那你说我俩怎么跟谁说呀？你把我跟你妈关系搅黄了，我说的不好的也没有任何的胡编乱造，全都是你做的。还结吗？不结。结啊，咋不结呢？跟谁结？跟他结啊。他就总感觉说我们2个都谈8年了哈，就是到嘴的鸭子了，我还想再掏点钱，他就这种，就穷和敷衍是2个事儿。但是他现在就是什么事都想掏了事儿。态度。对，就是态度问题。我也是为我们的以后考虑啊！你现在不打基础，以后哪来钱啊？你结婚你还得生孩子，你不得生活吗？你现在就这样挑着生孩子喝西北风啊？行，8年了哈，分开挺可惜的，是吧？不分开这也过不下去啊。这没什么冲突啊，但是事事都是冲突啊，涉及到所有家庭核心利益的事儿，你们都达不成一致啊。对。哎，你们家有钱给你在东北买套房，为什么你们买房的时候从家里拿点来共同建设？他根本没有跟我提这个事儿啊！你看看你，没买房要求人家干啥呀？咱们，你本来那你装修要求人家干啥呀？他就想买房子，我想面子呀，他掏的钱。你2边不都可以使劲吗？所以这里面到底应该怎么办？轻一点，8年的感情确实不容易，但是有一个统计啊，谈的时间越长，结婚概率越低。今天看看你们能不能创造一个奇迹啊！咱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姑娘，虽然说这个时间和青春确实挺可惜的。但是你们2个人从最根本的对于金钱的价值观是完全南辕北辙。你以后跟着他过日子，你会有受不尽的委屈，数不过来的气。他显然没有责任，没有担当，他多的是算计。他就觉得这钱就应该花在刀刃上，这婚礼吧，你要办草坪的就不行。但他永远都不会想说，这个婚礼是女人一辈子的梦想。我因为爱你，我娶了你，我愿意帮你把这个小女生的梦想实现。他也不会想到说，这个如果你去了他们爸子去办了那个流水席，这个婚礼会成为你们婚姻生活当中的之后的一个疙瘩，你会一直记在心中。但凡有点什么事儿一挑出来，你当年你连个婚礼都没有办，这就是你们日后吵架的开始的根源。更让我瞠目结舌的是，我为什么觉得她不能嫁？他们家一家3口可以演戏，这件事很可怕。我们看似是说，因为你们刚才在讲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是你误会了，我没想到结局是真的使了个诈。我觉得有什么事情你们相处8年了，可以坦诚的告诉你。所以说这个男人的面子比爱你重要，关键是他爸爸妈妈也参与其中。如果是明事理的父母，会跟孩子说清楚，咱们不能这么骗人的姑娘，就告诉人家我们钱不够，咱们想想办法，对吧？如果你要真是一个冲我们家钱和房子来的姑娘，那这样的姑娘我们也不会娶进门的。但如果跟这姑娘说了，咱们缓一缓，先拿一个房子过渡一下，没问题。那说不定你这么一说，哎，那我跟我妈妈说，要不然再贴补一点，这事儿就成了。关键是他心存小心思，我觉得这件事儿很可怕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止步，及时止损，虽然说可惜，但是总比你把你的人生搭在这样的一场错误的婚姻当中要好得多，好吧？所以我觉得就算了吧，谢谢。我怎么觉得你俩挺般配的呀？女生，你看你纸老虎，你就嗓门大，对，啥事儿都做不了主，对，买房不行，拿钱不灵，工作听他的，你有自己的主张吗？男生假的耙耳朵吗？你什么地方让着他了？你什么地方宠着他了？你什么地方给了他面儿了？那后面过日子你工资都没给，人家还在外面说我耙耳朵，我钱都交媳妇儿了，管得严，这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啊？撒谎脸不红的呀。也就是他大大咧咧的，但是人家姑娘单纯，你不能这样哄骗呀。你全部都是用你所谓的那种让自己舒服的套路，让他跟着你团团转。但我为什么说你俩合适呢？你们俩其实都不独立，一说就是哎呀我买房啊，跟我爸我妈要钱呀，首付他们得出啊。这边不也一样吗？我这过不好了，我妈说了回家我给你买房。你们都谈恋爱谈了8年了，都准备结婚了，还这么依赖父母，自己都不愿意独立和成长，所以挺般配的呀。就在一起过家家呗，有什么困难找父母呗。但我劝你们，婚姻可不是过家家，你们结婚以后就是2口子要去承担。如果你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双手撑起生活，那你俩过在一起，那日子就过完了。
所以我觉得现在不适合结婚，你们还是更多去考虑一下如何把生活规划好，再说进入婚姻的事儿。谢谢。抠门的男人可以嫁，但算计的男人不能嫁。他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在算计，然后大学一毕业他又在算计。你们俩住在一起是合租，你对于他来讲是省了房租钱，并且也可以照顾他的衣食起居。甚至到健身房工作他也是算计，因为自己平时反正也要健身的，在这儿工作还能免费的健身，女朋友弄到那儿去还是算计，可以看住你。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就是算计的更多了，算计到买房子。为什么他没提跟他一起付首付什么的？因为他就要在婚前自己把房子给买了，这个说明的是他婚前个人财产。这样的话，万一你们没有过到一块儿去的话，这个房子就还是他的，最多你就是分一分贷款里头还的那一点点而已，然后让你再一去装修，多棒！像这样的男人，我不知道你跟他待在一起接下来会有什么，但我可能会知道的是，他会先算计你，然后算计你父母那边有的东西。就像现在已经开始抱怨了，你们家既然有钱，在东北能买房，为啥不愿意在这边弄一点？总之他会保护好自己所有的利益，而不惜牺牲掉女朋友的利益。这样今天我觉得你来到这里来，我不知道是你们俩谁的主意。你希望我们来干嘛？因为我不知道我们两个到底是走下去还是怎么样，毕竟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我感觉时间还有点可惜，毕竟我这些时间都浪费在他的身上了。我刚刚说他算计的时候，你频频点头。我以前不知道这是算计，女朋友算计，朋友算计，女朋友的父母算计。这样的男孩子，如果您说您之前不知道什么是算计，所以呢就是被他算计了8年，那么今天我就明确的告诉你，他这就是算计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头不用跟他过，因为这样算计的人，他永远在为自己留一条后路。我是建议你们分手的。如果之前是因为傻，那么今天就不要因为天真和认为他会改变而继续耗费自己的时间。他告诉他爹妈那个首付是30万还是20万？他跟他爹妈说的是首付30万，但是他有10万是留下来了。啊，你爸妈为什么不说实话呀？因为他知道他要是说首付20万，他妈不会给他10万买车的。别的话几位老师都说了，我都挺同意的。小伙子，我就提醒你一下，你这个情况在我看来就3个字：不善良。你知道什么是善良吗？善良就是善良啊。善是包含着善意，良是良知和良心。首先第一个，8年恋爱啊，到现在要达成一个目标，他跟你玩的还是套路，这叫不包含善意。整整8年的时间，我说句实在话，是块石头也捂热了。你没有，你还是凉的。我其实是真心想教你，小伙子，我能够理解你的整个做法的核心点是什么？核心点就是我要搞定。我有一个目标，我要搞定，所以我可以套路你，我可以套路爹妈，我还可以套路你爹妈，我可以套路我朋友，我套路一切人，我只要搞定就行了。但所有的搞定背后，居然是你把除了你之外的所有人都当成了外人，没有一个人是你自己人。请问你这种搞定的背后，你孤不孤独？你可以选择孤独的去当一个搞定一切的人，不会有人真心爱你的，因为真心爱你的人8年了被你套路了，真心想给你买房子，你爹妈被儿子套路了，你那些朋友我就不说了。你想想，要我跟姑娘说一句，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不是对方对你说实话，是你自己要对自己说实话。谈了8年恋爱，你应该明白，你一开始爱上的根本不是这个人，你爱上的是自己内心的幻想。你用8年的时间证明了你以前爱的那个人是不对的，这个时候就得对自己说实话。这整整8年时间，我究竟和一个真实的人在谈恋爱，还是在和一个内心的幻想在谈恋爱？这个幻想在自己内心那个人设还撑不撑得住？如果撑不住，你就要明白了，究竟你应该制造下一个幻想呢，还是去找一个实实在在的和你内心想要那个一模一样的人？就这样。咋了，小哥？就是听的话就是有感悟呗，自己总结自己。其实你最不应该的，就一直想帮你说话，但是就因为你跟你父母那场戏，让我一点帮你说话，我都找不到可以帮你说话的地儿。我在想，如果我的闺女跟我说了这话，我就跟她说一句话，这还得了啊？她可以利用一切人达到自己的目的，这就叫太可怕。那不好等啥呢？改吧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哎，刚才听了老师们的话，感慨也挺多的，就是说做人呀，不能啥事都为结果想，也得为过程想。过程舒服了，可能结果才能舒服。我可能就是太在意结果，反而导致就像刚才老师说，欺骗父母，欺骗，其实我把自己欺骗了，也相当于我觉得。宝贝，我还是跟你说这个，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会做给你看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关门，请开门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你就努力的默默做吧。谢谢你，请回。